有听过30岁前看太阳星座的说法吗？其实这更接近灵数角度的解读哦。生日的月份数字就是灵数和星座的交集，透露了天生的优势和家庭的教养方式。大家会和从小练跆拳道的人打架吗？不会，对吧？用灵数分析星座的隐藏秘技，能避免被 KO 哦。嗨，大家好啊，我是喵喵大师。今天来说神秘学的4大元素：水、火、地、风。水象征情绪流，各位知道水有3态变化，像是固态的冰、液态的水、气态的水蒸气。人的情绪流动也像水一样有3态变化的哦。有观察过自己的情绪流动吗？是一向放任自流，还是严加控管，不向外表露？不管是哪一种流，都没有人知道对方的情绪流现在是哪种状态。像马里亚纳海沟一样，表层到底层的洋流超复杂。水象星座越在意的人，反应的情绪会越深，所以生气可能烫死你、冻死你，直到自己回到常温为止。如果觉得水象星座的状态很奇怪，明显在硬撑，主动关心他们，通常会愿意说，但内容很模糊。认真帮忙他们分析有用吗？通常不见得，因为他们在意难过的绝不是表面上看得到摸得到的直接原因，而是还没厘清的感觉。但是陪他们聊，至少就是给了一个救生圈，让他们在情绪流里漂浮换气，有思考的时间。要是水象星座一直这样要死不活的怎么办呢？请把他们从目前的空间状态拉出去咯，喝咖啡、踏青、散步，进入新氛围就会有不同哦。总结一下，泡在情绪流里的水象星座，他们关注感觉，这不是直接接触的表面讯息，和单纯的看到、听到、摸到的有很大的不同。请想象一下，人的情绪其实会形成一个氛围场，小孩的解读就很敏锐，对于不喜欢的大人，怎么逗都不给抱，甚至会大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氛围场等于 aura， 无法判读，所以不喜欢。这种侦测能力是情绪流水象星座的标配哦。加上自己的情绪能量也很丰沛，辛苦是难免的，因为心累的原因通常都是一整段的故事啊。首先是水象第1位巨蟹座，大约是10天份的6月和20天左右的7月，月份数字6、7，意味用承受一切来让自己质变。什么意思呢？只要还有能力，就会本能的去承担，直到超过负荷，才会知道人的极限是神的起点。用灵数分析巨蟹，是用温柔来隐藏坚持的守护者。数字6让巨蟹座温暖体贴，给人感觉无限包容，能在关键时刻说出抚慰人心、放下武装的话语，好像不用特别练习，天生就懂得以柔克刚，能轻而易举地让气噗噗的人收敛怒气到最低。数字7让巨蟹座在意绝对的保证，但不能明讲，害怕会吓跑大家，多少是因为没有安全感作祟。像我能包容你的所有一切，那你能不能接纳我呢？不论是爸妈、手足、闺蜜、另一半都一样哦。数字6和7的交互作用会让巨蟹一直测试底线，但为了不让对方发现，都会用温暖的言语行动包装，内心的激动只有自己知道，而且绝对不泄露口风。测试的方式与对方的互动回馈都藏在心里，用别人故事案例偷偷进行迂回曲折的解读。总之，巨蟹座会把守住内心秘密大过于一切，很害怕不够好的自己被抛弃，不断做好心理准备，还把对方可能喜欢的事全部都织成一张温柔的网，希望对方被网住。是否有人有被捕获的经验呢？数字7的后坐力让巨蟹座意识到身为人的不安，就算没有任何人来责怪自己，但就是不踏实，所以想用一切的善良美丽来洗净心里的小疙瘩，觉得要消除干净，自己才是干净美丽的存在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会给自己很多奇怪要求，无所事事时甚至会有罪恶感跑出来。其实只要是人，就会有各种念头，好坏都有啊。不用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，旁边的人会看不下去。适度放松才有弹性，很值得练习一下哦。
水象第2位是天蝎座，大约是10天份的10月和20天左右的11月，月份数字10、11，这根本是超跑级的动力表现，是体力、意志力、精神力三者合流后的爆发力哦。要如何顺畅整合3种力量，关键在情绪哦。用灵数分析，天蝎座是想身心同步启动的超人。数字10让天蝎座看起来眼睛有神，意志坚定，也许不是排行老大，但会是爸妈给予重责的孩子，大人的社交、经济压力都会毫不客气地被要求分担，有时会让大家都忘记，明明他只是个孩子。数字11会让天蝎座从小就被当作大人来要求，来自家庭背景的情绪勒索是和别人相处时的障碍，平时都没问题，一旦遇到爱耍心机手段的人时，天蝎座会复制贴上大人的招数，直接秒杀对方哦。数字10和11的交互作用让天蝎很渴望快乐，因为强者是孤独的，要怎么找到快乐呢？责任会完成，杂事也兼顾，在规范之外的空隙，就要努力把握机会和时间，探索自己会心动的事。偷偷看小说、追剧、交网友，能低调进行的都可以。总之，天蝎座想得到发自内心的高标准快乐，最好是智力、想象力、体力都投入才算合格。被浅薄的批评嘲笑时，会感叹没人了解自己，保留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表象后，躲起来继续研究，直到自己的程度水准到8风吹不动时再公开吧。数字11的后坐力是表面张力紧绷，内心暗潮汹涌，多半有体验过被自己情绪吞噬的崩溃无力感，或是经验过自己真情流露却吓跑人家的挫败感。从挫败中领悟到情绪难以掌控时，破坏力很大。如果不能学会情绪冲浪，自己迟早会溺毙，才会认真练习了解自己，锻炼情绪智商。长大后会发现，是自己把别人的期待过度吸收，纠结在潜意识里作怪，需要抽丝剥茧式的聪明才智来解放被缠住的自己，这是很天蝎的难题。清除粘连，重新得到快乐，可是很大师级的玩法哦。第3位是双鱼座，大约是10天份的2月和20天左右的3月，月份数字2、3，是先乖巧再伺机任性的孩子，这是属于孩子的天赋本能。双鱼更是其中的高手，只要驱动的起点是善良的，就会让人觉得很感动。用灵数分析双鱼座，每天换滤镜看世界的梦想家哦。数字2让双鱼座会主动靠近自己向往的人，可能是某种外貌、某句话、某个态度强烈吸引，想完全接纳对方一切，喜好、习惯全都跟着尝试，只不过双鱼真实的感觉也会因此整个混沌不清。数字3会让双鱼座喜欢用感觉体验整个过程，开心会非常开心，难过也彻底难过，很戏剧化，这么真情流露，旁人难免觉得假假的，但不说破，还会主动安慰双鱼，免得自己被误会是凶手。数字2和3的交互作用，让双鱼乐于和人交流，看到的、想到的、感觉到的，会认为全都是真的，而且要像当季新鲜水果一样，把握享用的时机，要在这种不可思议的情绪感觉消失或改变前，赶紧分享出去，因为感动是很难得才有的体验。总之，双鱼座的感受是200%的主观加真心不骗，兴奋是真的，生气也是真的，绝不是演给别人看。正因为这么投入，感情的深度强度都胜过常人，对于各种情绪的体验是非常消耗身心能量的，建议练习沉淀驾驭，不然会累死自己的哦。数字3的后坐力让双鱼的想象力就是超能力，双鱼喜欢细细品味，在脑内重播感觉深刻的事，放任联想力爆发，但旁人看不到双鱼脑内的画面，通常只看到表情丰富或是忽悲忽喜的双鱼。有空不妨听听双鱼在想什么，可能很令人惊艳。双鱼厉害的是想象到最后能让自己完全相信，让主观全面制霸客观哦。这个能力运用得好，能让自己保持积极，有源源不绝的包容力，把辛苦磨难都视为拆礼物，一直拿到礼物为止哦。同时激励别人一起努力，是不是超厉害的呢？
用这个角度分析星座，是不是没想过的有趣啊？如果你觉得喵喵大师的灵数 2.0 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有帮助，就欢迎订阅、追踪并分享给他们哦。我是喵喵大师，下次再聊咯。